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极其荒诞可笑的事儿啊。那前两天呢，我刷到一个新闻，把我给看笑了。说是在台湾省有个哥们儿啊，是个铁杆的机车迷，他最近迷上了大陆制造的一款高性能重型摩托车，叫张雪机车820。但这个车吧，因为某些原因啊，在台湾省根本就买不到。你猜这个哥们儿干了一件什么匪夷所思的事儿？他把一辆整整齐齐刚下线的大排量重型摩托车，在大陆拆成了成百上千个小零配件，然后呢分了十几批，像搞地道战一样，陆陆续续的寄到台湾省。最后呢，自己在地下车库里啊，照着图纸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给重新拼装了起来。车子一组装好，油门一拧啊，排气管一响，轰动了半条街啊！当地的车友们围得水泄不通。那张雪本人听说这个事儿都傻眼了，开玩笑的说：“这哥们儿是真硬核，动手能力简直是车友界的天花板。”各位，咱们乍一听啊，觉得这就是个好玩的硬核车迷故事，对不对？大家哈哈一乐就完了。但是啊，你把这层搞笑的外壳剥开，你静下心来细品，这背后藏着多大的辛酸与荒谬啊！一个台湾的普通人啊，花了自己的血汗钱，就想骑一辆性价比高、性能炸裂的国产好车，结果呢，硬生生被逼到了要搞化整为零、走私式组装的地步啊！这是不是荒天下之大谬啊？那这个事在网上火了之后啊，大陆这边还没发话呢，台湾省那边的某些部门啊，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瞬间炸毛了，跳着脚在屏幕上大喊：“违规禁运，绝对不允许！谁要是敢违规投资或者引进来，严惩不贷。”我就纳了闷啊，一辆骑着玩的两轮摩托车，到底踩了这帮政客哪一根敏感神经啊？到底触动了谁的蛋糕啊？能把堂堂这帮政客吓成这副惊弓之鸟的德行啊？你要弄明白这帮人为什么怕得直哆嗦啊，咱们就得先扒一扒台湾省的机车文化，以及这一款张雪机车到底是个什么降维打击的神仙存在。看过这个台湾偶像剧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台湾省呢一直号称自己是机车王国，当地人口大约是2300多万。你猜机车保有量是多少？高达上千万辆啊，那几乎是人手一台，甚至有的一家老小能有3、4台啊。那对于当地人来说啊，机车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玩具啊，那是实打实的刚需，什么上学啦、上班、买菜啦，全靠它。这按理说，既然这个市场盘子这么大，老百姓买车应该是很便宜啊，服务应该很好，选择应该很丰富，对不对？恰恰相反啊，这台湾的机车市场那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啊。这个市场长期被日本的4大厂本田、雅马哈、川崎、铃木以及当地的几个老牌垄断厂商死死的把控着。他们在岛内画地为牢，搞起了关门打狗的勾当。一辆极其普通、稍微有点排量的踏板车，在大陆可能就卖个小几千吧，在台湾省能卖到人民币1、2万。你要是想买一辆能下赛道、排量大一点的重机车，好家伙，价格直接飞起啊，动辄就是10几万甚至20多万人民币。这还不算完哦，当地有一些所谓的环保电动机车品牌，那车卖的死贵不说，还搞出了一个极其恶心人的操作，收天价的电池月租费。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车，这个车里的电池啊，它还不属于你啊，你哪怕1个月放在车库里不开，你也得乖乖交高昂的月租。这就跟当年交那种座机月租费是一样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但没办法呀，你没得选啊。就在台湾车友被这帮人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咱们大陆的张雪机车横空出世了。说起张雪这个人啊，那在摩托车圈绝对是个传奇啊。这哥们儿是草根出身，不是什么富二代，凭着骨子里对机械和赛车近乎疯魔的执念啊，满手油污，硬生生从一个打工人砸锅卖铁的造出了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赛车品牌。那就在今年的3月，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上，张雪机车直接在重量级组别里干翻了一众西方大佬，拿了个世界冠军。各位，这个含金量你们知道有多恐怖吗？那过去呢，在重型机车这个高端局里啊，那完全都是日本、意大利那些老牌西方贵族的自留地。中国品牌，人家以前连正眼都不看你，连进赛道的资格都不给你发。结果现在呢，咱们不仅堂堂正正的杀进去了，还一脚把那些眼高于顶的外国老牌子踩在了脚下，把冠军的奖杯捧回了家。牛逼！性能冠军这些都很牛，但最让日本厂商和台湾车企绝望的是张雪机车的极致性价比。
这同样的动力数据啊，同样的顶级配置，洋品牌敢大言不惭的卖你10几20万，咱们国产车呢，直接把价格给你干到3、4万块钱，这哪是造车呀？这简直就是去掀人家的桌子呀！那当这个消息传到了台湾的各大机车论坛时啊，当地车迷啊瞬间破防了，论坛直接炸锅了，全屏都在刷。天哪，这配置才卖这个价格，怎么找代购啊？什么时候张雪来台湾开专卖店啊？我立马把手里的日系车砸了。那面对台湾车友的热情啊，大陆这边的态度那叫一个大敞亮。张雪本人直接在镜头前拍板，只要条件允许啊，只要车能进到，台湾同胞跟大陆车友享受完全一模一样的售后保障，随时欢迎台湾车友来咱们大陆工厂参观试骑。国台办也明确表态了，非常乐见两岸企业开展正常的商业合作，咱们大力支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物美价廉的优质产品。这就叫最朴素的商业逻辑啊，这就叫用脚投票的市场选择，这更叫实打实的惠及民生。但咱们再看看岛内政客的嘴脸，那叫一个难看啊！他们第一时间跳出来，如丧考妣的发布严厉声明，大陆整车绝对禁止输入，甚至还恶狠狠的威胁啊，谁要是敢搞代购、搞商业引进，就要动用所谓的相关法规来重罚。连岛内一些稍微有点良知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发长文痛批啊！你们天天拿依规管控、保护本土产业当遮羞布，其实根子上就是顽固不化的逢中必反。为了他们那点可笑的政治基本盘，宁可让老百姓继续被资本家吸血，继续买那些高价的旧款破车，也要强行剥夺老百姓选择好东西的自由。各位，咱把这个视线稍微拉长一点啊，跳出这辆摩托车，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讽刺的现象。阻挠一辆摩托车入台根本不是什么孤立事件啊！那当年呢，大陆的爱奇艺、腾讯视频在台湾火得一塌糊涂呀。台湾年轻人天天追咱们的大陆古装剧、仙侠剧，结果某些人急眼了呀，说这是什么文化渗透，强行下发行政命令，全部关停下架。咱们的淘宝、京东啊，让台湾人享受到了便宜又快捷的网购，他们是横加阻挠啊！但是最离谱、最搞笑的还得是螺蛳粉就因为大陆出口过去的一包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螺蛳粉啊，那包装袋上印了一句非常正常的土味情话：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四舍五入你就是我的人。就这么一句搞笑标语啊，他们居然如临大敌啊，跟见了鬼一样，直接扣上一顶大帽子，动用警察和稽查人员全岛进行大搜查，强行把螺蛳粉全部下架。后来呢，连咱们的歌曲好用的 app 只要在台湾一火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要禁掉现在轮到了张雪机车，那不过就是一辆2个轮子、1根排气管的摩托车罢了，他们居然又搬出了同样那套散发着恶臭的封杀套路，你不禁要拍着桌子问一句了，这帮政客到底在害怕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连一包螺蛳粉、一辆跑得快的摩托车都怕得要死呀？答案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只有4个字儿：极度自卑。这帮政客这么多年来靠什么在岛内洗脑民众、骗取选票呢？靠的就是满嘴跑火车，编造各种反制的低级谎言。他们天天在电视上忽悠老百姓，说什么大陆极其贫穷落后，连个茶叶蛋都吃不起，大陆吃泡面连榨菜都不敢加，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坐上去人就会飞出来。靠着这些无底线的造谣，硬生生给一部分台湾民众构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让这个岛内老百姓觉得，哎呀，还是咱们台湾好大陆太惨了。可是谎言是最经不起现实检验的，一旦大陆这些极具竞争力高性价比的商品大量的进入台湾省的千家万户当台湾人亲眼看到了、亲手用上了，他们脑子里的那根弦就会瞬间崩断，他们会立刻恍然大悟，哎呀，原来大陆的工业制造早就这么硬核了，原来大陆的产品早就把洋品牌按在地上摩擦了，原来咱们被这帮政客当傻子一样骗了这么多年了。这种觉悟才是某些人最要命的软肋，他们精心包装了10几年的政治神话，就会在一瞬间彻底坍塌。所以你看懂了吗？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屁股底下的官位，为了保住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宁可牺牲全台湾2000多万老百姓的消费自由，宁可让你们继续当韭菜，也要死死抵住门，强行把这扇两岸交流的窗给你钉死。这就叫宁要绿色的草，也不要大陆苗，吃相真难看，简直令人作呕。
其实一辆小小的张雪机车，它就像一面照妖镜，它把大陆制造业蓬勃向上、世界领先的朝气给照得一清二楚。那同时呢，也把某些人的虚伪、脆弱、外强中干的可笑本质照得原形毕露。这帮政客以为自己大笔一挥，封锁了海关，就能蒙住老百姓的眼睛。他们以为发个红头文件，扣押一辆摩托车，就能割裂两岸同胞的感情。但这可能吗？简直就是螳臂挡车。那就像咱们开头讲的那个把机车拆成上百个零件，然后呢自己在地下车库里硬核组装的车友一样民众的民意它就像水一样，就算你们筑起再高的政治高墙，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水也照样能从无数个缝隙里渗透过去，最终呢汇聚成冲垮你们的汪洋大海。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享受更先进的技术，期盼一个和平稳定的两岸未来，这是全天下所有老百姓最本能的选择。这是任何无良政客用再多拙劣的谎言和卑鄙的恐吓都压不住也挡不住的。两岸深度融合的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岂是你们几个跳梁小丑的几道行政禁令就能阻挡得了的？好啦，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你们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